大家好，我是朱利米，中式面点师。我今天教大家来做流沙包。这个小点心的关键是内馅，怎么做出稀稀沙沙会流动的内馅呢？我有几个小的诀窍。首先，我们是要把这个咸蛋黄蒸熟，用刀背用力碾碎。这个一定要碾细啊，这样就不用过筛了。这是我们做出良好的流沙馅的重要一步。我们来碾碎这个煮熟的鸡蛋黄。鸡蛋黄我们要选用炒鸡蛋的鸡蛋，这样鸡蛋黄的颜色会更加黄，口感也更加香。这个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就要来拌制馅心。黄油我们要选择动物性的无盐黄油，是因为它熔点比较低，更容易做出流沙的状态。加砂糖、奶粉、吉士粉。吉士粉呢是增香的作用，有更足的奶香味。搅拌均匀啊。接下来我们要把碾碎的咸蛋黄、鸡蛋黄加进去。大家看，越抓越软，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包捏的。揉成团以后，我们要对它进行冷藏。调制好的馅心，我们要盖上保鲜膜，放冰箱冷藏。20分钟以后，我们拿出来，打开保鲜膜，搓成15到18克的一个小圆子。这个馅心啊，经过高温以后就会融化，这个就是能够达到我们流沙的质感。搓好以后，我们拉好保鲜膜，继续放冰箱冷藏20分钟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冷冻，冷冻以后它的馅心会过硬，会影响皮胚的发酵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揉面。我觉得手工揉面更加能够温暖人心。我们制作的每一款点心，不仅可以温暖人家的胃，还要温暖人家的心。所以我坚持用手工揉面的方法来揉面。面粉呢要选用中筋粉，筋度适中，所以呢做包子既保持了口感，又能保持它的细腻度。我们要对它开窝，手指自然弯曲，朝一个方向旋转，加入酵母。这个白色的粉末叫泡打粉，它是帮助酵母补充二氧化碳气体。大家只要买无铝的泡打粉就可以啊，这是安全的。然后我们加入10克左右的砂糖，砂糖加入的目的是给酵母养分。接下来我们要分次加入清水，加水的量稍微多一点，朝一个方向调制。继续加入，用刮板把桌面上多余的粉刮进来，桌面上的干粉越来越少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对自己的手进行清理，因为如果手上都粘有面粉的话，你的面团会揉不光啊。3光的第1光就是手光。好，继续揉面，干粉完全的粘附在面团上以后，我们的第2光就是案板光。案板光就是要把面团当一块抹布，把桌面上擦干净。这一步完成以后，我们就是开始手工揉面。手工揉面很重要一点，手臂3点成一线，利用人体的重心往下压，往前走，发力点是手掌根。好，手臂垂直，往下往前，换另外一个手带回来，再换另外一个手带回来。这个手法叫双手交替揉面，直到把面团揉光揉细腻。好，折叠面团。揉面我觉得有一定的健身作用。一个好吃的面点
就是从揉面开始。好，面团揉光了，这是一块很光洁、很细腻的面团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而且很富有弹性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搓条下剂，一个手来回的推拉，接下来2个手上去。30克到35克一个剂子，这个就下剂。多下来这一块，我们可以分在每一个剂子的头上，这样保持大小均匀。下好的剂子，我们要盖好保鲜膜，防止它在空气中氧化被风干。线芯我们提前一点从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备用。桌面上撒上干粉，一个剂子，就这样压饼。你看，四边薄，中间厚。好，然后我们包，手打窝，把线芯压进去，然后这个壶口对着这个碗口，慢慢的收，收成这样，就是我们一个光头包。这个是我们普通的制作方法。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个专业的制作方法，就是要用擀面棒压皮。剂子压扁以后，把皮子擀成长条状，折叠，掉过头来继续擀，要反复4到5次。好，这个就可以包捏了。大家可以仔细看，这个经过压皮的比较光洁细腻，这个是直接包捏的，表皮比较粗糙一点。包子包捏好以后放在笼屉里面，室内温度在30度左右，我们醒发15到20分钟，温度再低时间还要延长。包子发酵完毕，它有几个重要的特征，一个就是你用眼睛看，表皮光洁细腻，微微的膨胀；另外一个，你可以用鼻子闻一下，有一股很香的酒香的味道；第三个，你可以用手指触碰它包子的边缘，很松。醒发好的包子，我们就要上笼屉蒸煮。我这个锅子里面已经放满了水。把这个水烧开，产生了气体以后，我们再把这个包子放上去，蒸7到8分钟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流沙的效果，把它掰开，这就爆浆的效果，它是像泥沙状的流淌，不是汪汪的像浆水一样的流淌，吃在嘴里有沙沙的感觉。甜甜的，有点微咸，很香，这就是我们的流沙包。